又一次和未婚夫吵架后，我厚着脸皮前来求和。空中突然闪过一排弹幕，谁懂啊？男主又被几个师兄怂恿着跟女主分手了，蠢得没眼看。男主就作吧，真等和女主退了娃娃亲，后脚师兄们就要排队挖墙脚了。女主你看看那个不让你勾引他小师弟的冷酷大师兄啊，他分明是问心有愧。一起长大的6个男孩全都喜欢女主，这死丫头吃得真好。我愣住了，将信将疑地答应了谢云舟的退亲。第二天，凌云宗来提亲的马车挤爆了我的家门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又一次和谢云舟吵架了，这次是因为他嫌我太善妒。我不就和一个女使逢场作戏了几句，你在这大门口跟我闹，我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。谢云舟语气十分不耐，但是他以前从来不来樊楼这种地方的，是我一时冲动，但是我就是不喜欢其他女人碰你。谢云舟面色似有松动，旁边却传来几声调笑声。云舟，你这未婚妻也太善妒了，这男人3妻4妾本就是天经地义。算了，你快跟小娘子回去吧，没想到你小子居然这么怕女人。这样的嘲笑让谢云舟很是丢面子，他冷着脸离开，让我以后不要再来找他。我知道他只是要面子，厚着脸皮去求和，眼前却出现了弹幕，笑死了，男主又被师兄们怂恿着跟女主吵架了。明明心里很享受女主吃醋，偏偏死要面子活受罪，眼都把门口给望穿了吧，就等着女主来撒娇求抱抱了吧。我愣住了，什么男主女主的，怎么感觉在说我和谢云舟？不过好像确实是这样。我每次吃醋，谢云舟都会在人前冷着脸，总是吵架，但是在私下，只要我撒娇求和，他就顶不住跟我和好了。好想看女主撒娇，男主面红耳赤假正经的模样。女主快点拿出你的撒娇绝技。我没有理会，只盯着弹幕的第一句话。谢云舟的师兄们故意怂恿他跟我吵架，想到刚才樊楼里面传来的几声调笑，我皱了皱眉，怒气冲冲地跑向另一个风头。你为什么老是喜欢带谢云舟去那些不干净的地方？不知道他马上要跟我成亲了吗？江时宴看见我似乎惊讶了一下，淡淡开口，我哪里带他去不干净的地方了？江时宴，谢云舟的大师兄，一向讨厌我，平时看见我来找谢云舟，总是一副我勾引了他师弟的脸色。新仇加上就恨，我怒气上头。不是你还有谁？你知不知道他为人单纯，让他去樊楼带坏他，你安的什么心？谢云舟被我劈头盖脸地指责了一番，气急反笑。我刚从青云宗拜访回来，正准备沐浴更衣，没去过你说的樊楼。他指了指桌子上青云宗回复的拜帖，以及自己身上单薄的寝衣。男人倚在门框前，面色微冷，寝衣下的肌肉若隐若现。还有，我从来不喜欢去樊楼那种随便的地方。他似是若有所指道。我向来洁身自好，身体和灵魂都是留给未来妻子的。我闹了个乌龙，匆匆说了声抱歉，便逃也似的转身离开。在最讨厌的人面前丢了大脸，我深觉丢人，竟然羞愧地忘记了去找谢云舟求和。第二天赶到凌云宗，他脸色十分阴沉。我撒娇求原谅，他却冷着脸一句话也不说，将我当作空气一般无视了个彻底。再次见他是在花灯宴会上，我站在河对岸，和他两相顾无言，再没有像以前花灯节那样粘在一起放花灯。王若烟亲密地依偎在他胳膊上，看着对面孤单一人的我咯咯轻笑。师兄，你怎么又和你的未婚妻吵架了？你一个大男人怎么不去哄哄人？王若烟是谢云舟的小师妹，说起来他们2人才是青梅竹马，从小一起学舞，关系很好。我从小跟父亲一起在边疆长大，也是回京后才知道有一个未婚夫。没有遇见我之前，谢云舟还为了他闹着要跟我退亲。遇见我之后，谢云舟才没再提退亲的事，只说当时年纪小不懂事，错把友情当成了喜欢。但因为王若烟，我们也不止一次的吵架，但每次他都不耐烦的回答，要是我真喜欢他，早就和你退亲了。王若烟也娇声笑我太善妒。师兄他只把我当成妹妹一样，他答应我母亲要照顾我的。看着2人亲密无间的坐在船上一起笑闹着，
我压下心中的郁气，将花灯放下，便要起身离开，却被身后跑来跑去的小孩子撞了一下，一个重心不稳掉下了河。我并不会水，好在水并不深，我挣扎着想要站起来，却被一双大手给捞了起来。是谢云舟，他脸色阴沉，将我放在船上，声音里隐隐有怒气。你就不能小心一点，少给人添麻烦吗？王若烟一脸不赞同。师兄，你没看见你未婚妻都冻成什么样了，还在这边凶巴巴的。他将他的狐裘脱下来披在我身上，语气里有一丝不舍。这狐裘不能沾水的，算了，你未婚妻要是湿着衣服，一定会生病的，就让给她好了，我冻一会儿没什么的。我被他说的像是故意抢他东西一样，抿了抿唇，正要拒绝，谢云舟却突然打断我，让他冻着，不然不知道长教训。你身子骨从小就差，别冻着了。他身体一向健壮。王若烟却皱了皱眉，不由分说将狐裘盖在我身上，柔声劝道：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女孩子最怕受凉了，她可是你未婚妻，又落了水，我没关系的。谢云舟皱着眉，你这条狐裘弄湿了，等下次我再打一条更好的给你。王若烟露出一个娇羞的笑容，又柔声说道：好，你就别跟你未婚妻吵架了，她一个女孩子，你让让她吗？谢云舟冷着脸，声音大的整条船的人都听得到，不过是长辈们随口说的娃娃亲而已，还没下聘，算什么未婚妻？说着便朝船舱外走去。只听见外面有人玩笑似的说道：云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要和苏婉婉退亲啊？谢云舟下意识道：怎么会？那人继续调笑着说：哈哈，我就知道你小子就是嘴上说说，虽然他善妒，但他仗着自己是大将军的女儿，脾气可暴得很，你哪里敢跟他退亲？谢云舟瞬间暴怒不已，这有什么不敢的？我跟他定亲又不是因为她是大将军的女儿，我现在就去他家。退亲两个字眼看就要说出口，谢云舟却顿了顿，语气转了个弯。哼，这次我懒得跟他一般见识，我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他要是意识到自己错了，就乖乖来跟我道歉。那人眼里闪过一抹失望，谢云舟却没有发现。王若烟轻笑着半开玩笑道：难不成你还真要退亲啊？不会是又发现我的好了，后悔了吧？想当初你还闹着要娶我呢。谢云舟勾了勾唇角，宠溺地看着他，又神色冷漠地扫了我一眼。确实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还是你端庄识大体，更适合做妻子。众人结束了宴饮，纷纷离开，但我出来的时候并没有坐马车，现在又浑身湿透，无法回去。谢云舟坐着马车离开了，并要送我回家的意思，还阻止了王若烟说送我回家的提议。弹幕又浮现出来，女主真是个木头，刚才你掉下水的时候，没看见男主多慌乱吗？他都急死了。男主就是嘴硬心软罢了，要是女主刚才示弱服个软，撒个娇，冲进男主怀里哭一下，男主铁定心都化了，怎么会让你一个人回家？就是啊，男主出来看花灯本来就是来偶遇女主的，结果女主一晚上都没跟他说话，还把自己弄得落了水，男主都气死了。女主也不哄哄男主，男主其实根本没坐马车离开，他还巴巴地跟着女主呢，他怕女主在路上出事呢。救命啊！我真的好烦这个女主这个性格，为什么就不能跟男主道个歉？我顿了顿，谢云舟一直跟着我，我缓缓地看向四周，想求他出来。我知道只要我服软示弱，他一定会出来的，但我张了张嘴却没有出声，忍不住哭了出来。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。谢云舟每次都要用这种方式来让我服软，我以为是他的性格天生别扭冷淡，可是刚才他对王若烟却是那么温柔体贴。他生气了，他也会想尽各种办法送东西给他，哄他，唯独对我，他总是各种不耐烦，动不动就喜欢给我脸色看。每一次吵架，他都要说退亲，以此来让我妥协，因为我总是舍不得失去他，总是会主动跟他道歉。但是弹幕里却说他这是喜欢我，我感觉不到，我也不想再要这样的喜欢了。我裹着湿透的衣服，一步步朝家中走去。当晚就发了风寒，但始终都没有开口求谢云舟一句。我在床上整整躺了1个多月，
期间都没有和谢云洲写过只言片语的书信，他却难得的来看我。明天是花朝节，你明天打扮漂亮点，我带你去踏春。语气是他一贯的冷淡，但却是他第一次在我们吵架之后主动和好。我想也不想到，我不想去，你和别人一起去吧。他脸色瞬间变得阴沉。你是我的未婚妻，你想让我带谁去？我淡淡道，谁也行，王若烟就挺不错的。苏婉婉，你有完没有？我都说了，只是把她当成妹妹。你一直因为这个跟我闹有意思吗？不是你说的她端庄识大体，更适合做妻子吗？他脸色更加难看，暴怒到了极点。是啊，那我立刻就让人来退亲，只希望某些人到时候别哭哭啼啼的求我就好。他胸有成竹，料定了我会服软道歉。每当他想逼我服软的时候，就会用退亲来威胁我。每当他这么说的时候，就意味着要我跟他道歉，哄他。每次只要我一服软，他也就原谅了。可是永远是主动道歉的那一方，哪怕再喜欢，也会感到委屈。好，那就退亲吧。再深的喜欢都被一次次的委屈和妥协磨灭了。既然在他心里，我根本不适合做他的妻子。我的喜欢在他看来是善妒，我不识大体，会让他觉得丢脸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会再委屈自己。听见我说退亲，弹幕瞬间炸了。不是，女主怎么答应退亲了？烦死了，肯定是男主又被他的师兄们怂恿着跟女主退亲了。就做吧，真跟女主退了亲，男主师兄就开始排队挖墙脚了。男主，你要是继续让女主失望，退了亲有你小子后悔的。支持女主多找几个备胎，凭什么就男主有什么小师妹，女主也找几个男人，气死男主。虽然说退亲心里很难受，但我不想再这么继续委屈自己了。但是弹幕的话，我有些不信。谢云洲的师兄们对我的态度一直都很恶劣，甚至好几次我都听见他们明里暗里对我的轻视和嫌弃，说我要不是因为娃娃亲，根本配不上谢云洲。尤其是他的大师兄姜时宴，每次看见我都是一副我勾引了谢云洲的样子，警告我离他远一点，根本不配做他的未婚妻。可是弹幕这么说，我有些犹豫了。试探性的，我让人传出去苏家和谢家退亲的消息。消息传出去后，并没有引起什么动静。没想到第二天来我家提亲的马车就开始络绎不绝，马车的帘子被掀开，一个又一个眼熟的身影鱼贯而出。苏小姐，陆昭然奉家父之命，特来提亲。苏家有礼，晚辈薛景成今日登门。苏大将军，晚辈萧景明。我愣住了，谢云洲那几个讨厌我的师兄竟然都来下了聘书。姜时宴站在宴客厅，手中捧着聘礼，唇角微扬。凌云宗姜时宴特来下聘书。我突然明白，那些弹幕并非虚妄。谢云洲的师兄们从一开始就在等待这个机会。将人都赶走后，姜时宴仍然留在原地。我抿了抿唇，你来提亲，谢云洲知道吗？姜时宴难得露出一丝尴尬的表情。难不成你还关心他？没有，我只是找他有些事。你知道他在哪里吗？他顿了顿，神色微冷。不知道，怎么？难道你反悔了，想找他求和？我解释道，不是的，只是想把他送我的东西还给他。他曾经送给我不少东西，有集市上不起眼的小玩意儿，这些倒是无所谓，但还有一些比较贵重的首饰和珠宝，这些东西我不能再收着。派人送去凌云宗，谢云洲也不在。原来是这样。姜时宴的神情瞬间缓和下来，声音里隐隐透着些欣喜。不如我帮你带给他。我有些怀疑，你不是说你不知道他在哪吗？怎么带给他？是吗？我刚才说过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可能是我口误了。我来不及继续质问，他便催促道，有什么东西抓紧时间去拿，我让人去送，我知道他在哪里。1个时辰后，姜时宴带着我来到一艘画舫上，谢云洲坐在众人中间，身旁还有一位女使。看着我抱着礼物盒子走过来，他眼中有些得意。我就说吧，他怎么可能真的同意退亲？这不，马上就来送礼求和了。他身边几人纷纷附和。谢云洲，
你这未婚妻对你可真是百依百顺啊，就差把你当皇帝供起来了。你小子真是命好。就是啊，要说武艺，几个师兄都不比你差；要说权势，那姜时宴可是皇亲国戚。谢云舟听着几人的羡慕，原本沉着的脸终于没忍住露出一抹笑意。他装作不在意道：他就是太在意我了，实际上跟我道歉就好了，哪里用什么礼物。众人酸溜溜道：哟，不需要礼物，那不如给我好了。谢云舟立刻变了脸色：那不行，这是我未婚妻送的，独一无二的。他又淡淡扫过我身旁姜时宴的脸，开口道：有权势又如何？爱情这东西不分贵贱。本来我这次都不想原谅苏婉婉的，她这次真是太不懂事了。不过看在她拿礼物求和的份上，我就再给她一次机会。我把礼物放在她身边，便转身准备离开。见我没有说话，谢云舟脸上有些挂不住，但并没有发作，而是迫不及待地打开礼物。我猜啊，是天山雪狐的皮毛吧？前几日刚听说大将军猎到了一张珍贵的皮毛，上次弄湿了若烟的狐裘，刚好可以赔罪。咦，这怎么是簪子、玉钗？这些东西怎么看起来很眼熟啊？谢云舟脸色越翻越差，一件件熟悉的他曾经送给我的礼物出现，最后是一根他亲自雕刻的玉佩，图案也是我最喜欢的兔子。这是他亲手选材雕刻的，花费了很大心血才完成。所以我一直认为谢云舟对我是很有心的，只是比较嘴硬爱面子罢了。但后来才发现，很多东西在他心中的位置都排在我的感受之前。谢云舟这才意识到，我不是来道歉求和的，而是来这里退还东西，彻底两清的。他毫不客气地将手里的礼物甩在地上，狠狠地摔碎。他周围几人面面相觑，纷纷劝道：云舟，别生气了，是这女人不识好歹。正好今天断了多好。弹幕突然滚动起来，男主这几个师兄真的很可恶，天天在男主面前说女主坏话，偏偏男主还老是被忽悠误会女主。他们都盼着男主跟女主退亲了，自己好上位，真的太狡诈了。好在男主只是嘴硬，心里一直相信女主。女主啊，你快哄哄男主，快点和好吧。弹幕又在说谢云舟很爱我，但是我却并没有感受到。如果真的在乎，那他身边的人说我坏话的时候，他为什么从不反驳？任由他们肆意的污蔑我，却还是跟他们厮混在一起。第二天便传出消息，谢云舟和王若烟火速地定下了亲事。大婚那天，他在众人面前牵着王若烟的手，错过多年才发现最爱的人一直在身边。像是意有所指，他淡淡扫了我一眼，又补充道：有些人永远我都不会原谅，哪怕他后悔了下跪道歉。姜时宴突然嗤笑一声：有些人真是装。谢云舟立刻看向他：大师兄，你什么意思？姜时宴立刻摇了摇头：不是说你。谢云舟似是无语：我当然知道不是我，我是问你是谁。姜时宴笑了笑：不重要。对了，恭喜你和最爱的人在一起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也有喜欢的人了，正在追求他。见谢云舟没再理他，姜时宴又重复了一遍：我说我有喜欢的人了，可能马上就要坠入爱河了。谢云舟道：你有喜欢的人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想追求还是提亲去呗？姜时宴露出意味深长的表情，扫过不远处的我：那你可以祝我和我未来的妻子幸福吗？谢云舟一脸懵：祝你和嫂子永远幸福，行了吧？从那之后，谢云舟便如同换了一个人似的，处处彰显他的宠妻人设，几乎和王若烟整天黏在一起。王若烟想要什么，他都统统满足。每次见到我，更是卯足了劲的秀恩爱。我到哪里，这对新人就阴魂不散地跟到哪里。好几次，我都见到两人亲密无间的样子。王若烟撒娇要吃荔枝，谢云舟就花大价钱给她买来。即使偶尔有些争执，也是谢云舟主动低头，低三下四地哄王若烟，就像曾经的我们一样。但遗憾的是，我和谢云舟之间，主动低头的从来都是我而已。每次他们之间发生什么，他的师兄们都会变招法的想办法让我得知。我嫌烦，干脆骑马回到了边疆，这样就能不用再见不想见的人。可不巧的是，西戎蠢蠢欲动，朝廷欲平定边境，
任命父亲为主帅，率领40万大军前往。朝廷有令，守护边疆，己方势力携手行动。凌云宗弟子也加入战局。谢云洲也带着王若烟来到军营，我深感阴魂不散，便主动申请参战，这样就不用天天看到他们。从小跟着父亲在边疆，我几乎是在马背上长大的，很轻易便得到了一份负责后勤保障的职位。战争一触即发，父亲已经上了前线，我奉命巡查军粮储备，却在库房外听见了王若烟的声音。我感觉有些奇怪，不动声色地暗暗偷听，隐隐约约听到火油、粮草。我立刻提高了警惕，粮草可是最重要的东西，千万不可以有事。正要靠近细听，却被人捂住口鼻。昏迷之前，我看到了王若烟的脸。当我再次醒来时，已经不知道过了多久。想到粮草，我心急如焚，匆匆赶回军营，却被众人围住。副将一脸气愤地骂道：“苏婉婉，昨天晚上你去了哪里？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玩忽职守，我们的粮草被烧了一车？”我愣了愣，开口解释道：“昨晚我发现了想要烧粮仓的人，却被他们打晕了。”副将一脸凝重：“你说的是真的？那你有没有看清楚那人是谁？”“是王若烟和一个男人，但那人蒙着脸，我并没有看清楚。”“什么？王若烟？”王若烟却和谢云洲一起走了过来。“苏婉婉，你就是在嫉妒我和云洲哥哥在一起，也不用故意污蔑我吧？我证明若烟昨晚一直和我在一起。”谢云洲冷着脸开口道。副将闻言更是一脸失望地看着我。我刚想解释，突然一个小将跑了过来：“将军，在苏小姐的住处发现了这个。”那居然是一封密谋信，苏家配合西戎里应外合，意图谋反。王若烟一脸不可置信道：“怪不得你要污蔑我，原来是你们苏家要谋反。你口口声声说被人发现秘密打晕了，可你居然平安无事的回来了。粮草被烧不是你干的，是谁干的？”我这才意识到，为什么我发现秘密后却没被灭口，原来竟然是要将罪名栽赃到我的头上。“苏婉婉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”副将的声音里带着怒意。我咬牙为自己辩驳：“我被人打晕，这密信分明是被人故意栽赃的，他的计划就是想把一切责任推到我身上，自然不会杀我灭口。”说罢，我冷冷地盯着谢云洲：“谢小将军，你确定一整晚都和他在一起吗？你分明就是在说谎。”谢云洲恼羞成怒：“我当然确定，分明就是你心生嫉妒，故意陷害。”王若烟掩面冷笑：“你口口声声说被人打晕，可你醒来后却毫无伤痕，这不就是最好的证据吗？况且这信上的字迹也无法作假，分明就是大将军的字迹。”帐内众人窃窃私语，有人低声说：“苏家谋反，这不太可能吧？他父亲可是大将军，那这密信总是真的吧？”正僵持不下之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：“苏家没有谋反，真正谋反的另有其人。”只见姜时宴走过来，缓缓从袖中取出一封密信，信纸泛黄，墨迹未干，上面赫然写着应对西戎的军事部署名单，字迹正是苏婉婉的。他将信纸展开：“王若烟与西戎勾结，意图火烧粮草，嫁祸于苏婉婉和苏家。”帐内一片哗然。谢云洲脸色骤变：“你从何处得来的这封信？”姜时宴冷笑着指向帐外，在王若烟的寝帐后院藏着一个西戎探子，我刚命人抓住，他的衣襟内还有这枚西戎令牌。众人哗然，王若烟的脸色瞬间煞白。副将脸色铁青：“王若烟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王若烟踉跄后退，声音发抖：“你胡说，你才是西戎的内应。”他淡淡一笑：“证据确凿，你还想狡辩？”副将冷声喝道：“王若烟私通外敌，陷害同僚，意图谋反，按军法该当处决。”王若烟瘫倒在地，哭喊着：“云洲哥哥救我！”谢云洲站在原地，眼神空洞。他忽然转向我，声音沙哑：“婉婉，我……”弹幕突然闪了出来：“这男主真的活该，分明就没有跟女配在一起，还要为了和女主赌气，故意偏袒王若烟。给你机会你不争气啊？男主就是自己做的。”弹幕居然还在说谢云洲爱的是我，
把他的所作所为洗白为故意赌气偏袒女配。我觉得很可笑，他分明就是想要置我于万劫不复。王若烟被当场处决，谢云洲站在刑场外看着我，眼神复杂。我转身欲走，却被他拦住。婉婉，我从未想过你会被他陷害。我看着他，声音平静。你只在乎自己的面子，却从未真正信任过我。他突然抓住我的手，声音沙哑，婉婉，我错了，我愿意用余生弥补你。我甩开他的手，语气决绝。谢云洲，我的喜欢已经用尽了，我们之间再无可能。边疆战事告捷，我随父亲凯旋，京城百姓夹道欢迎。凯旋仪式过后，我坐在一家酒楼里休息，姜时宴却突然出现在我面前。他面容清俊，笑意盈盈地看着我。你也太没良心了吧，我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，你都不请我吃一顿。弹幕又滚动起来。其实我觉得男二挺好的，有权有势，还专一的喜欢女主，要是选他比男主强多了。同意。我本来还挺吃男主这傲娇别扭挂的，但是他居然就那么帮着女配陷害女主，太下头了。你们是不是有病？男主帮女主是在赌气好吗？要不是女主一直端着不肯道歉，男主早就原谅她了。就是女主太能拿桥了，一直不去求和服软，男主天天都气得失眠，我都无语死了，没见过这么做的女主。男主就不做吗？为了气女主娶别的女人，女主就该气死他，和男二在一起。我淡淡的扫过这些弹幕，没有说话。姜时宴给我包了一只小龙虾，然后有些紧张的看着我，开口道：其实我上次去你家提亲，并不只是家里的要求，我一直都喜欢你。我家世尚可，无不良嗜好，洁身自好，你要不要嫁给我？弹幕直接炸了锅。不愧是腹黑男二，这么直球主动，我是女主绝对答应他。我宣布了，我也站男二了，关键是他洁身自好这一点太上大分了。等男主发现被自己师兄撬了墙角，就好笑了。一起长大的6个男孩都喜欢女主，这死丫头吃的也太好了。姜时宴又故作轻松道：当然，你也可以考虑考虑，我会等你接受我为止的。见我不说话，他又忍不住道：更何况谢云洲他对你根本就不好，你值得更好的。我看着他这副着急又故作轻松的姿态，忍不住笑出声。姜时宴，你故意怂恿谢云洲退亲，对我肆意贬低，现在说喜欢我。王若烟陷害我有你的手笔吧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来个英雄救美，让我对你感激不尽，真的是高，难怪把谢云洲耍得团团转。我盯着他瞬间僵硬的脸，一字一句道：别把别人当傻子，那天晚上和王若烟说话的是你吧？忘了告诉你，我从小对气味敏感，是你伪装成西戎人骗了王若烟，也骗了所有人。姜时宴沉默片刻，不是的，他确实和西戎人有勾结，是我提前发现将人解决了，然后顺便设计一下我是吧？他面色凄楚，漆黑的眼睛执拗地看着我，是我不择手段了。但是你都能喜欢谢云洲那么久，为什么不肯给我一个机会？我顿了顿，我为什么要给你机会？我和谢云洲其实有过美好的回忆。我刚从边疆过来，皮肤很黑，也不懂京城贵女们的礼仪，莽撞粗鲁。但谢云洲却没有在意，一点点地教我如何做，带我出去玩，送我好多礼物逗我开心。虽然等我渐渐没有那么依赖他之后，两人也出现了一些矛盾，我也发现了他这个人爱面子，喜欢让我服软，动不动就要以退婚相要挟。他会对别的女孩温柔体贴，却唯独对我没有耐心。我曾经以为只要我足够喜欢，足够包容，就能维护好一切，但原来并不会。但是我拿得起，放得下，爱的时候热烈，不爱了也会干脆利落。姜时宴脸色有些难看。我是故意在你面前展示自己的好，我是有私心，但那都是因为我喜欢你。追求喜欢的人，用点手段怎么了？我笑了笑，反问：我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你最看不上我。每当我来找谢云洲时，他都会盯着我，一副嫌恶挑剔的样子，看不起我是边疆长大的，没有贵女的仪态。我来给谢云洲送自己做的边疆小吃，他也觉得我小家子气，上不了台面。我有一次和谢云洲撒娇，被他看到了，他私下里嘲讽我狐媚，勾引他小师弟。他们这一群师兄
对我从来没有一丝尊重，对我冷嘲热讽，说我配不上谢云舟，让我滚远点。可我却和谢云舟纠缠了好久，吵吵闹闹，始终没有分开。于是他们就更加恼羞成怒，在谢云舟面前说我的坏话。让我猜一猜，你有没有在谢云舟面前说过我小家子气、野蛮粗俗？他脸色骤变，显然被我说中。或许还有其他的，所以你这样不懂尊重别人的人，我为什么要给你机会？姜时宴仓皇地解释道。我是故意说那些话，但那都是因为我喜欢你，想要拆散你们，只有这样，我才有机会。我反问道。所以你的喜欢就是造谣侮辱、挑拨离间？就像弹幕说的那样，谢云舟的师兄们或许都对我有某种心思，但我并没有感觉到丝毫的爱意和尊重。这不是喜欢，只是他们个人的私欲。无论是谢云舟还是他的师兄们，弹幕说的爱，我根本不想要。我起身离开，扔下一句话：喜欢不是不择手段，怀着这样龌龊的心思，永远得不到真正的爱。再次见到谢云舟是在我离开京城的时候，边疆和塞外才有我向往的自由，所以我决定离开。他看起来更加憔悴和消瘦了，他看着我，露出一个平静的笑容。婉婉，我们可不可以聊一聊？我拒绝道。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可聊的。谢云舟强装的淡定终于裂开，他有些失控。我都想明白了，都是姜时宴和其他人从中作梗，挑拨离间，才害得我们吵架。我有些想笑。你自己和王若烟成亲，也是别人从中作梗吗？他的神情一下变得慌乱。是他们说要让你吃醋，才能让你对我服服帖帖。谢云舟的指尖微微发颤，声音里带着几分哽咽。我以为王若烟只是想让你吃醋，才会主动低头，可我没想到他会勾结西戎。我冷笑。谢云舟，你从未想过，从我们定亲那日起，你每一次被师兄们怂恿，每一次被王若烟蛊惑，你都毫不犹豫地站到他们那边。你从来都觉得是别人的原因，你有过一次相信我吗？他急了，声音拔高。我只是赌气，我一直都相信你。我从未想过要伤害你，我只是太在意你的感受了。太在意？我冷声道，你在意的是自己的面子，而不是我的委屈。你怕我在人前给你丢脸，怕我擅度让你没脸见人，却从没想过，我嫉妒的是你对他的纵容，而不是他本身。他眼眶发红，声音哽咽。婉婉，我错了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会护着你，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我抬手，一记响亮的耳光甩在他脸上。我蹲下身，声音低沉。谢云舟，我的喜欢已经用尽了，你若真悔悟，就该学会分辨是非。可你只会怪姜时宴怂恿，怪王若烟算计，却从未怪过自己。怪自己从未信任过我，怪自己从未问过我的解释，怪自己从未把我的感受放在第一位。我站起身。你只是怕我离开后，没人能再对你百般容忍。他扑上来抓住我的衣角，声音沙哑。婉婉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别走，我会用余生赎罪。我甩开他的手，语气决绝。不需要了。我转身离去，任由谢云舟在后面嘶吼哭喊，都没有回头。有的时候，哪怕意识到了自己错了，后悔了，但错过了就是错过了。马背上的风卷起我的衣角，一路向塞外奔去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